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今天呢，我们还是聊两个比较大的事故，一个是非洲的事故，一个和中国有关，在太平洋的事故啊。2025年6月25号就是前天，中非共和国的首都班吉一声爆炸呀，就把一所国家重点高中的考场变成了人间炼狱。5000名正在参加高中毕业会考的这个学生在爆炸中的29人遇难。超过了260人受伤这就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中非共和国的具体位置，已经发生事故的这个位置那么在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很快就发现它不是天灾也不是恐怖袭击，而是根据最近现场的证言这场灾难的导火索竟然是一次在错误的时间由国家电力公司进行的不必要的维修。有一个70年前就建成的校园一台老旧的变压器，一群可以说勇敢发声的年轻人，我们今天就层层剥茧的来看看这个看起来非常遥远，让我们所有人要警醒的这个悲剧这就是事件的发生地，叫巴特勒米博干达高中。从它的命名我们就看出来它的特殊地位。这个巴特勒米博干达是中非共和国的国父那这所学校呢，始建于1954年，是这个国家历史最悠久、地位最崇高的公立学府，是真正的国家门面。事发当天这儿正举行着全国最重要的考试，叫高中毕业会考5000名考生在这儿聚集那么这时候电力公司的人来了，所以呢，根据目击者证词国家电力公司叫 ENECA， 他们的工人来到学校要对校内的电力变压器进行维修，所以有愤怒的当地人就发出了直接灵魂的拷问这不正常大白天考试，我们又不是晚上考，为什么需要电呢？所以这个学生在愤怒的质问他们的领导那么在这个不必要的维修过程中这个老旧的变压器就发生了猛烈的爆炸，而且这个冲击力就震动了整个教学大楼，随着滚滚能源的冒出，让考场瞬间就陷入了极端的原始的这个恐惧之中。所以这些绝望的考生在没有组织和引导的情况下，数千人本能的涌向了教学楼狭窄的这个出口，所以就致命的踩踏就瞬间发生了。那么楼内呢拥挤和对浓烟的恐惧，据说还有点毒味，让一些学生做出了最绝望的选择，就是什么？跳楼。从官方的应急系统看起来是完全失灵，所以大量的伤者都是依靠民众的摩托车一车一人的紧急送往医院。医院的走廊里边也挤满了闻讯赶来的这些家属，连救援人员都难以穿行。所以这个一个错误的操作为什么会造成这么惨烈的后果呢？修个变压器就修出几十条人命吗？它实际上不是一个简单的偶然，而是它精准的引爆了一系列的系统性的风险，造成了一场完美的灾难风暴，就跟我们之前讲印度的航班失事一样。一定不是单一的原因。首先是愚蠢的这个现场操作我们知道了悲剧的直接原因呢，就是国家电力公司它比较荒唐的维修，正在高考你进行变压器的维修，这种操作规范、风险评估、基本常识来看，在这个时间段进行维修变压器都是不必要的。那么面对5000名学生进行一次不必要的维修，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对生命的这种极致的漠视。另外就是这种脆弱的环境这个70年历史的学校，那我找到的卫星图片是2004年的。2004年的时候，这个学校的结构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照片的样子，这就是当年的样子那么几十年来这个校舍的变化就很小所以这就给爆炸就是提供了一些条件。那另外呢，就是根本的也是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失能的这个管理系统现场是没有任何的应急预案没有任何的疏散引导，而是家长为什么愤怒呢？也是因为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政府和学校长期疏忽这种应急的教育和培训。所以我们梳理这个事件整个过程中
我看了一个外媒采访的视频啊，还是比较让我印象深刻的啊。这个镜头中啊，有一个年轻人，他逻辑非常清晰，眼神也很坚定。他说呀，这是政府的责任，教育部长必须为这个事负责。所以啊，我为什么对这么一个弱小的国家的事故感兴趣？当然，第一，它这个造成的死亡人数比较多，而且还是学生，像这种事故啊，往往能，就是说让我们心里边感觉到啊，就是比较的这个难受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很大程度上就因为刚才那个孩子的声音啊，一个年轻的黑人小伙在这种巨大的悲痛和愤怒下，依然闪耀着这种独立思考和这个你可以说是公民意识的光芒。他知道啊，政府你应该提供安全责任，他敢于向这些具体的权力部门直接问责，你政府部长、教育部长你得负责。所以我们可能会想，如果这个事发生在我们身边，发生在中国，中国的孩子会怎么想？哎呀，他们大概率会说，我相信党，相信政府。所以这种回答呀，你可能会嗤之以鼻，但是呢，在那种环境下，在那种刻意的采访下，这种话也是一种无奈的声音啊。这种文化和土壤的环境下呀，就是一定会开出不同的花朵。在中国呀，这种文化的传统、现实的传统，让这些普通人更习惯于忍受，更习惯于迂回啊，更务实的提出自己的诉求。如果说啊，严查责任人，杜绝后患，学生张嘴说出来，这是挺难的，不排除有啊。所以社会进步不进步要看年轻人。所以今天啊，我们必须承认啊，这个中非孩子的勇敢，这种直面强权的这种勇敢，让我们看到啊，即使在最贫瘠的这种土地上，依然有人性的尊严和对这种公益的这种追求啊。这就是我对中非的这个小事故啊，也不叫小事故，很大的事故啊，离我们很遥远的事故讲的这个原因。那第二个事故是什么呢？第二个事故就大了。第二个事故是从中国山东烟台出发的一个事故，我们看一下啊。这是第二个话题。一艘啊满载3000多辆电动汽车的大型货轮沉没在太平洋中。这个轮船从哪儿来？从中国来，满载了3000多辆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而起火的部位恰恰就是装有电动车的甲板的位置。这艘游轮啊，这艘货轮呢，它是从中国的烟台港出发，它的目的地呢是墨西哥的拉萨罗卡德纳斯港，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港口。可以看到啊，它全部都是汽车啊，就是广场上全部都是汽车。这是墨西哥的这个港口，也是这艘失事轮船的目的地。那么这艘轮船啊，是2025年5月26号从中国的烟台港出发。来这烟台港啊，是很多汽车的这个集运的这个出发地啊。那么离开烟台之后啊，这个货轮呢，也到中国沿海的其他港口啊进行了装载，最终呢从东海进入了太平洋。那么它最合理的路线呢，就是向东航行啊，穿过日本列岛，那么大概率呢会先通过这个日本和韩国之间，然后经过京青海峡是吧？然后通过日本进入太平洋，然后远东船只啊往来北美往往都是走这条道。出事地点啊，就是穿过了京青海峡之后啊，货轮呢就进入了北太平洋，那么向东偏南方向航行。最终啊，火灾在6月3号在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岛西南大概490公里的地方，这个国际水域啊就爆发了。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位置，这是我根据救援直升机上拍摄照片的经纬度还原的现场位置，应该是误差不大啊。那么在海上啊燃烧了3周之后啊，因为天气恶劣和船体受损严重啊，货轮在6月23号在距离陆地770公里的海域沉没。沉没点的经纬度啊和我们之前分析的图片信息，就是北纬49度，西经178度是高度吻合的。那么这一艘满载了3048辆电动车的新车的这个货轮啊，最终走了一半的路，离墨西哥的拉萨罗卡纳德斯港还有
几千公里的、几千海里的遥远的这么一个路途啊。那么现在已知的这个损失啊，是货轮上啊一共带了3048辆新车，都是中国生产的新车，其中呢包括70辆纯电动汽车和681辆混合动力汽车。那其他的没说，那就是普通的化石能源车。有报道说呀，船上电动汽车总数是800辆。这个货物啊，应该是有中国汽车协会，也是上汽集团旗下最大的物流叫安吉物流安排的。安吉不是浙江的安吉，它是重名。这个安吉物流是很牛逼的是中国汽车第一物流，中国物流的第10它涉及到汽车品牌可能包括上汽集团的、奇瑞的、长城的，以及部分在中国生产的 GMC 就是通用的车。那这个价值可就高了。大家看到这是墨西哥这个港这个汽车码头存放的车辆海了去了那现在还没有公布确切的货物价值，但是根据车辆数型和类型数量和类型，我们大概可以估几亿美元损失可能是自2022年的这个 Felicity AC 这个货轮沉没之后最大的汽车海运损失事件。那单说船体的损失，这个叫这个货轮叫晨曦麦达斯号，就是 Morning Midas 它是建于2006年，是一艘600尺，大概就183米长的这个汽车运输船。那船体本身已经完全的损失，沉到了5500米的海底。那它船体的保险总额呢是多少钱呢？是6500万欧元，大概和7400万美元。那么船只呢，现在是沉在了5000米的深海，没有打捞的可能了。而且大家想想，打捞出来又有什么价值呢？现在呢，就是很多人都在说赔偿他怎么个赔法？这个赔偿那就小孩没娘说来话长了，那太难了。那船体保险呢还是比较好算的就是 Hull and Machinery Insurance 这在国际上，这个货轮一旦沉没，首先就要提这个。那么船体呢是由安联商业它牵头的一个欧洲保险市场承保的保险金额呢是6500万欧元，我们前面说过。那现在沉下去了，那船体呢就被定为全损，所以这部分赔偿就由保险公司支付给船东就是总部位于伦敦的叫 Zodiac Maritime 这么一个保险公司支付给船东另外呢，还有一笔呢是在伦敦市场投保的1300万欧元的增值保险，叫 Increased Value Policy 它用于覆盖呢船只它其他的额外成本。那其实船的保险还是比较简单的，它货物保险就比较难了。所以现在看起来船上这数千辆汽车有货物保险承担，那这部分索赔金额是非常大的，可能高达呢数千万乃至上亿美元。所以理赔会有各个汽车制造商和物流供应商，比如安吉物流，向各自的保险公司提出来。第一个呢就是船东保赔这么一个协会，船东的这个保护和赔偿保险它是由 Steamship Marshall 俱乐部提供的。那这部分的保险呢包括3部分，就是环境污染，这是最大的潜在风险，而且时间很长。船上带有350公吨的燃气燃料和超过150公吨的低硫燃油目前还没有发现大的污染，但是根据过去的经验那么这一部分赔偿早晚是会发生的。第二个就是残骸的处理那么目前呢已经沉没在深海了，这个残骸处理呢看起来是没有必要。那么这方面如果最后飘起来一些东西，那你这个保险公司也要管，也要负责这个事儿。责任调查是比较难的，船呢现在沉到海里边，那在船只沉没前这20多天，他们是不是把监控视频完整的上传，把相关的，但是所有的船员都已经获救了我们说一下这个，所有的船员都获救了，扑了20多天火没扑完。你要说其他国家为什么不去呢？太远了，在太平洋的最深处。大家看到我们做的这个视频就能看到再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具体位置，真的是没法救真的是没法救。我们看一下它的具体位置看到它沉没的具体位置了吗？真的是在太平洋的最中间。这些阿留申群岛什么的这些东西上实际上是没有住人的，好吧所以这个位置大家看到了
确实是很难救，离陆地太远，而且呢，那这种营救啊，牵涉的方方面面这个太多啊。曾经有一架 C-130的美军运输机啊，远程瞭望啊后来也飞进过，但是也没办法，它毕竟没有这么长途的这种像救森林火灾那样的水上飞机啊，在太平洋里救这个轮船。所以现在呢，这个责任啊，那么早期报道说呢，就是装电动车的甲板起火了。暗示呢是电动车电池起火引发了这个火灾，但这只是一种说法。那如果最终确定初步迹象指向了这个锂离子电池，那这个责任就简单了，那就是哪家的电动车正好装在那个位置，是吧？所以货物保险公司啊，它在赔付给汽车制造商之后啊，可能会向电动汽车或者电池的生产商进行追偿。所以现在啊，谁运了电动汽车在这个轮船上，这个老板心里边在瑟瑟发抖瑟瑟发抖。那当然，如果是船员他调度不当、操作不当，或者船只的消防问题你船东你这个要承担最大的责任，是吧？所以这一起事故之前国内也没怎么报道，是因为他最初着火的并没有完全沉没。这20多天呢，他在太平洋深处，实际上这个消息是很容易控制的。大家知道，船只起火之后，它的通讯设备各方面可能都已经失效了，或者是难以操作了。那周边调度的救援的船是没有责任和义务去跟你做外通讯的这个东西的。另外呢，还有一些国家刻意保密的这个需求。所以这次呢，3048辆中国生产的汽车沉没在了太平洋5500米深处，这是一个这几年来最大的商业保险理赔的案件，应该是。所以这个事件出来之后我相信后边可能有很多人会说这个话题。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后续呢我们也会了解对中国汽车制造商对这些保险公司的影响，以及对于在北美这个中国车辆它的一些影响。好吧，这就是今天跟大家聊的几个话题。那么一个话题呢，就是中非共和国正在会考的学生5000名学生因为变压器爆炸发生踩踏，造成了20多人死亡，几百人受伤。第二个呢，就是承载了3048辆中国生产汽车的货轮在太平洋深处沉没损失是巨大。好吧，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视频，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